我現在蹲在角落曬着太陽。這一次的 vlog 跟這一次的旅行，我嘗試放下相機，不及時的馬上輸出。更多的事情是把我當下眼前的風景記錄下來，然後好好的享受跟感受。所以這次的 vlog 的形式不太一樣，但同時你們也會從很常看到我的臉變成很常看到我眼前的風景。我覺得那是不一樣的分享方式，所以跟你們分享我後面的陽光很美吧。我一直以為自己来這裡是來找答案的，不但從來都沒有直接給我答案。這整個過程不是一個旅遊回憶，而是一個靈魂的更新。而我知道這份更新不會只停在不丹，它會跟着我走進城市，走進人群，走進我的工作關係，還有我的未來。它就像一面乾淨到發亮的鏡子一樣，把我那個心裡很急，那些想要掌控，那些想要馬上定義的習慣，一層又一層的找出來，然後最後只做一件事情，讓我安靜。成熟不是一直前進，成熟其實也包含我知道什麼時候該停下，知道什麼時候該升起，知道什麼時候該放下，知道什麼時候該把力量交還給中心。不丹這趟旅程對我來說不是去了一個地方，而是被一個地方重新校準了。我一直以為自己來這裡是來找答案的，但這個地方很有趣，它從來不着急回答我，它就像一面乾淨到發亮的鏡子一樣，把我那個心裡很急，那些想要掌控，那些想要馬上定義的習慣，一層又一層的找出來，然後最後只做一件事情，讓我安靜，安靜到我終於聽見了自己。不丹的美，它不是那一種很用力的美，它的美就很像是一種被守住的美，被守住的秩序，被守住的線條，被守住的靈魂。你會在街道、山谷、房子、寺廟、宗堡看到同一種氣質，就是那一種，他們沒有在討好你，他們只是很堅定地活成他們的樣子。從建築的顏色、窗框的花紋、屋檐的弧度、牆上的壁畫，甚至是城市的節奏，都像是在說，我們不需要成為別人啊，因為我知道我的值得跟我們要守着什麼。所以那一刻，我突然能夠懂，在這裡看似有很多的保守，但這份保守反而成為了一種力量，是一種我知道自己要什麼的力量，所以敢於不迎合的力量。而當我走進不丹的寺廟的瞬間，其實就能理解為什麼這裡很多地方不讓拍照。當我們開始拿起手機，我們的心其實就會離開了現場。我會開始想構圖、想記錄、想分享，想要把它帶走。但不丹的寺廟根本就沒有要給你帶走，也不想被你帶走。它只要你留下來就好了，它只要你留在當下。所以有些神聖，它真的不是用記住它來保存，而是用被改變來保存。也就是我們不需要證明我們有來過，我們需要的事情是回去之後，我們從這裡帶走了一些東西，成為一個不同心境的人。所以當我把手機放下，當我選擇用眼睛看，用皮膚感覺，用呼吸去收進這些能量，我才真正的明白，原來寺廟不是在展示神明，而是在訓練人的心，訓練我不再一直向外拿，而是向內回。而在不丹的廟裡，我很常看到一個種讓人安心的配置，左邊是文殊菩薩，右邊是觀音菩薩，中間是釋迦牟尼佛。後來我才發現，其實這一個配置是一個很完整的一條路，
因為文殊菩薩它代表着智慧，不是聰明，而是清明。那種清明是我不再騙自己，我不再模糊，我不再把愛當成合理化的借口。我開始願意承認真相，承認自己真正的感受，承認自己真正想走的方向。而釋迦牟尼佛在中間，它就是一個中心，是穩，是不被拉走。所以我發現真正困難的不是理解這些道理，而是當我理解之後，還能不能在現實裡面站住。佛的中間位就很像是在提醒你，不需要急着去做什麼，你先站穩，因為站穩之後，你的慈悲才不會變成犧牲，你的智慧也不會變得很僵硬。而觀音菩薩在右邊是慈悲，是把覺知活出來，不只是在心裡善良，而是在世界裡保持柔軟，在人群裡仍然不關閉心，但同時不丟失自己。少了文殊，慈悲就會變成拯救；少了觀音，智慧就會變成批判；少了中心，一切都只是修行的概念。這三尊像就像是一種提醒，提醒我成熟不是偏下任何一邊，而是三者同時存在。所以我在心裡默默地對自己說，這就是我接下來要練的功課，不是變得更厲害，是變得更完整。而這趟旅程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我很清晰地感覺到自己正在接一种陰性力量的升級版本。我們常把陰性誤解為柔順、忍耐、退讓，但不丹給我的陰性不是這樣的。它的陰性就像綠度母一樣，像觀音一樣，看起來很溫柔，但其實很硬核。它是看清一切之後仍然選擇慈悲的力量。它是不逃避、不冷漠、不切斷愛的力量，它更像是不把自己交出去的力量。我在某一天早上跟修侃哥哥聊天，聊到接下來非常需要度母觀音的能量。我能知道那不是一句漂亮話，而是一個很直接的訊息。因為接下來的路會需要我更清醒的愛，更有界限的慈悲，更成熟的承擔，而不是用力燃燒，而是穩穩的站着。那種力量真的很像這一句話：無為而不為，不是不做，而是不再從恐懼、焦慮、討好、拯救為出發，也不是不愛，而是不再用透支的自己去愛。在這裡，不丹到處都是金剛杵，在寺廟、市集、法器、畫作，不經意的角落都會看見它。起初我以為那只是一個宗教的元素，但越走越深，我才懂金剛杵在哪裡不是符號，它是一個語言。金剛杵代表的不是攻擊，是一個不可摧毀的覺知。它是在跟我們說，你看清一切後仍然站得住，你穿越混亂後仍然不偏離，你在世界裡行走，但不把自己的靈魂賣掉。不丹是一個金剛乘的國家，修行不是離開生活，而是把覺醒放進生活。你可以做事，但你要清醒；你可以有力量，但你要純正；你可以行動，但你要對齊。而我在王宮跟宗寶看到降旗儀式的晚上，心裡其實很震動。我原本以為那只是一個行政流程，結果我一站在那裡就知道，它不是一個表演，它更像是一個回收一個力量的儀式。我在那裡看到穿着法袍的人在唱，我聽見了某種聲音、樂器、節奏、儀式感很強的音調，但這個過程都不是在娛樂任何人，而是結界。他在宣告，是收束，他讓一整天的運作慢慢落下，讓世俗的力量回到秩序裡，像是在告訴所有人一樣，今天結束了，你可以把心收回來。而那個畫面讓我想到，原來成熟不是一直前進，成熟其實也包含我知道什麼時候該停下，知道什麼時候該升起，知道什麼時候該放下，知道什麼時候該把力量交還給中心。我也跟自己很誠實的明白，以前的我太擅長升起了，我一直衝，一直做，一直要完成。但我比較不擅長的，反而是降旗，把能量收回來，允許自己休息，允許自己不再用忙碌來證明價值。而這個降旗儀式，就像是在提醒我說，我可以很有行動力，但我也要學會把自己照顧好。不丹的山谷真的很像阿爾卑斯。我站在那個視野裡，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有一種大自然讓我的心回到正位的感覺，不是很驚嘆，反而是一種被放鬆，就很像是神經系統終於找到一個頻率可以靠上去，感覺到很安全。那些山也都不是我們要征服它，它只是存在；河流也沒有要掌控，它就是流。
我就發現在這樣的自然裡面，突然能夠明白很多事情不需要太用力，因為只要在正位，事情就會發生，就會被堆砌。我很喜歡不丹的水，因為河在山谷間流動，宗寶常常建在非常關鍵的位置，它就像是把天地之間的力量聚在一起，可以感覺到那是一種被守護，不只是守護國家，也是土地的守護人。而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很多轉經筒。轉經筒它不是在替我念經，而是在訓練我的心。當我一圈又一圈的轉，它其實在幫我做一件很單純的事情，是把散掉的心收回來，然後把外放的注意力也收回來，把浮動的情緒收回來，就像是一個動態冥想。我的手在轉，我的心也在慢慢的回來。所以為什麼不丹的修行不單單是坐在那裡，有很多生活修的形式，走路、轉筒、繞塔、喝茶、做功、誦經，不單單是把靈性放在某一個角落或者某一個時間，而是把靈性放在每一個日常的動作裡。這一次我們也走去了虎穴寺，在走上虎穴寺的路是一段很直接的跟自己對話的過程，身體在怕，心也在怕。在某一段當中其實真的很累，因為海拔高度的關係，在某一刻也會懷疑，覺得說天哪，我到底為什麼要來？可是當我真的走到那裡，站在那個高度上，我也知道我也不是為了這個寺廟來的，而是為了要看見自己而來。我在那裡感覺到一種很強的直覺被打開的狀態，不是通靈的感覺，而是一種很踏實的清明。我知道為什麼我要留下，什麼要放下，我知道什麼是自己的，什麼不是，我知道我接下來要怎麼走，不再靠外界給的答案，把我所相信的靈性落進現實，把我所承接的傳統轉成新的語言，不是否定過去，也不是困在過去，而是讓過去成為我創造未來的根。如果要我說連接我的高我團隊在這趟旅程裡最清晰要給我的訊息是什麼，我會說他們沒有在催促我，而是引導我對齊着。他們一直在跟我說，你不需要用力，你只需要更準確，你不需要一直燃燒，你只需要學會回收，你不需要把慈悲活成犧牲，你需要把慈悲活成界限裡的溫柔，你不需要一直找答案，你需要的是讓自己安靜到足以聽見答案，不單把我從一種一直想要做的很多的模式裡拉回來，讓我看見真正有力量的行動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每一步都走對，每一步都能夠從我的內在中心出發，而不是從焦慮。在這裡待了完整的7天過後，不丹的高頻很容易讓人想要停留在山裡、寺廟、安靜裡。但這趟旅程真正完整的地方，反而是把我帶到下一陣清醒。我能不能在人群裡仍然不失去自己？我能不能把修行從寺廟帶回參錯，帶回街道，帶回選擇？不丹給我的金剛之心，而台灣要教我的是動而不亂。如果要我用一句話總結這趟旅程，我會說，不丹從來都沒有直接給我答案，它讓我成為了答案。它讓我明白，真正的力量真的不是更強硬，而是那個穩。就像是慈悲不是沒有界限，而是看清後仍然願意愛。真正的修行不是離開世界，而是在世界裡不迷失。所以當我回頭看看這個不丹的旅程，我發現它像一段很溫柔、很堅定的校準，把我拉回中心，把我的頻率重新調到我真正要走的那條路上。這整個過程不是一個旅遊會議，而是一個靈魂的更新。而我知道這份更新不會只停在不丹，它會跟着我走進城市，走進人群，走進我的工作關係，還有我的未來。接下來呢，
不是一段故事的結束，而是我下一段人生更開始、更清醒活的起點。